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自己 DIY 英国签证。首先，我们打开这个网址3w.gov.uk 这网址，然后我们再点这个 Visa， 点这个和移民，然后我这边以旅游签作为示例，点这个访问英国。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这边有很多的，包括访问签证的类别有很多种，比如说这个的话，去英国结婚啊，还有去英国为了这个商务旅行，去英国访问做研究。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短期的访问、短期的停留，就选择这个吧。这边的话是列出了一些说明，比如说它这种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类别是非常细，包括这里边的话还有价格的显示。英国签证的话价格是比较贵的，比如说像美国10年签的话，大概1000多人民币，1100左右吧。那么英国的话，它2年签的价格差不多也要1000人民币不到一些，所以说相对而言是比较贵的。那么我们点这个标准的访问签证，这边呢，它这边有说明，就是说你可以申请一张标准的访客签证。如果你想要访问英国的话，这个是休闲的意思，就是想要过来旅行啊，看朋友啊，看家庭啊，这个是来一个商务活动，或者说参加体育创新的这个会议吧。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去一个私人的医疗。那么它这边右边的话，其实有很多这种1、2、3、4的步骤，我们一个个看过去。这个先检查你的签证哪个适合你，我这边就不去检查了，因为就是普通的访客签证嘛，最简单的。那准备好这个材料，你需要材料，哪些材料你需要哪些材料。那么在这个是 apply， 就是我们这边直接这边是申请一张签证和预定一个预约。因为英国签证的话，虽然说不需要像美国签证这么需要面谈，但是也是需要提交表格之后，你去签证中心做一个生物检测，类似于录指纹啊、拍照啊。它这个跟别的地方还不一样，它这个是拍照和生物指纹录的话，全部是要在签证中心去进行的。我们点这个，那么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线申请，然后人是在英国以外地方。那么我们点这个吧 ，Apply Now 吧。到了这个画面的话，我们这边要选择一下语言，比如说我们选择简体中文，然后点下一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它这边说明简体中文列出的问题，我们回答必须是英文，我们用这个，希望用简体中文向我显示吧。这个地方选择国家，我们选择 C 开头的中国大陆，点 Next。这个我以杭州为例，它这边列出很多地点，我这边其实城市很多的，我这边说我能前往上述的签证中心。这边我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就说你可以用这个服务申请签证，用来是干嘛呢？旅游、访问朋友、访问家庭、商务旅行、体育和娱乐活动、转机。这个是医疗学术活动、学术访问，包括教学啊、交流啊，这个是结婚。
然后这个是私人的医疗服务。这个是你不需要，你必须申请。如果你要旅行在英国，然后你是不在这个移民局的控制之下，这外交官是不用申请的。我们直接点这里吧，开始吧。这边输入个 email 地址，我这边随便输入一下。这里的呢邮箱，他问我这邮箱是不是我的，我说是我的，我点继续。这地方如果说你还有别的邮箱的话，那你点 yes， 我这边就没有太必要去选择了，我这边保存继续。好了，这边是要求提供你的电话号码，那么我随便输入一个86138123456788。那么你在哪里使用这个电话号码都可以，就是在英国或者在英国以外地方都可以。那么这个号码是你的工作号码，什么号码？全部吧。他这边又问了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电话号码，有的话写一下，有助于申请，没有就不要了。能怎么样去联系你电话号码？它是比较，那么我可以被联系到这个短信。还是选第一个吧，他应该不太会打电话。这边输你的名字 ，given name 就是说名字没有包含姓，这不是，这所有的名字，通常是你第一个名字，你的家庭是在。这里吧，说小龙李，这不行，我们这样子，那么你有没有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常用名之类的？有的话提供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要了。这个是你的性别，男性，你的婚姻状态，比如说我选择婚姻了。这个地方让你输入地址，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吧，学校路1号，写拼音写那个，写个杭州，写个这个浙江3111000 China， 这边要选择。它这边是这个地址是不是你的当前地址或正确地址？我要选这个。他问你住在这个地址多久了？那么我们写个10年吧，如果按正式填写。那么这个的家的属性的话，是你是租的还是自己拥有的，还是跟父母的？那你自己写一下吧。这个是我自己拥有的。这个是护照号码，346788，我这边随便写一下，你根据自己实际的护照号码填写。这个是护照签发的哪个机构，哪个授权签发的，那么你写个中国吧，或者说你写这个其实也可以，签发机关嘛。这个我当时应该写的是这个，这个也不对，因为这边没有显示中国这2个字，
这边写公安部的，还写中国吧 ，China 吧，在这边是说哪个国家签发的，哪个地方签发的，写中国，或者说你这边是它有签发地点，比如这个浙江，你可以写一个浙江 China， 这样可以写。签发日期，那么我随便写一个吧，2010年到期的，我们写个9号。这个是日期、月份、年。好，继续。这个问你的是你有没有那个身份证，有的话就写身份证号码写上去。我随便写一个吧。签发机构啊，哪个国家签发的，哪个地方签发的？那你比如说我们是算杭州公安局签发吧，杭州。这样吧，杭州市公安局、警察局。这个是有效期，从哪里到哪里？随便写一个吧。保存继续。这个是你的国籍，选这个。你的出生国家，然后你出生的地点。他说这边是城市或者是省，那么比如说你出生，随便写一个吧。因为有些国家它是允许双重国籍的，所以说这边的话它是问你有没有双重国籍，那么是你当前拥有，包括你曾经拥有的任何其他国家的国籍和公民，然后没有就没有。这个是你是不是指定目的地旅游计划？这个就是 ADS 吧，授权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这个我不是。这个是问你的现在工作状态。那么如果说你是，这个是雇佣的自雇人士，这个是学生退休，这个是没有工作。那么有工作的话，选第一个。这里呢是要求填写我们的雇主信息，比如说我们这边写个随便写一个吧 ，Microsoft， 然后随便写一个地址吧，北京路1号，上海，我这边随便写，中国，电话号码，那么你工作多久了？它这个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啊？它的格式是月份，比如说我是那么2010年10月份开始在微软工作的，那就这样写。这个是你的工作的抬头，你的职位。那比如说我是电脑工程师吧，软件工程师吧。那么你一个月赚多少钱？还是有人民币计算吧。比如说我赚个2万人民币。这个是描述你的工作，描述你的工作的具体内容。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下吧，就是说这个都要全部英文写啊。能不能可以小写。那么你最好是百度翻译一下。比如说我去翻译一下。我这边大概随便写一下，大概就这样写吧。你就是无非就是介绍详细。
这个可以复制，那个美国签证是不可以复制。然后保存继续。你的收入和储蓄，你有没有其他的收入和任何储蓄？那么，比如说其他的收入的话，这个是投资收入，啊。那么你看一下，比如说投资收入，比如说你炒股的投资收入，一个5万，或者说储蓄，啊，你储蓄多少钱啊？这个必须用英镑计算，比如说你储蓄了，就是随便，不是随便，就是说按照你真实情况吧，你多少储蓄，可能会要求你提供审查也不一定，比如说2万英镑等值差不多，那么就点继续。这个是你个人的计划中要花多少钱在访问英国期间？比如说我准备去英国花个2万人民币吧，点继续。这个是关于你的财务状况，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比如说我每个月花个6000人民币吧。这个还是问你是谁帮你付这个钱？有没有任何其他人帮你付这个钱？我没有的话就写 no， 自己付。你什么时候预计这个去旅行？你什么时候抵达到这个英国？比如说2020年，啊，这个是日，元旦去吧，大概15天，这样子。这个是问你，我们可能不得不跟你讨论这个关于你的申请表，哪种语言你更喜欢使用？比如说我选择中国吧，中文吧。他说这边说你的语言选择并不能保证你可能会被要求说英语，是吧？能说英语的话，那就选择个 English 吧。那真不能行的话，就写这里吧。主要原因的访问，比如说这个旅游、商务、转机、学术访问、结婚以及公民服务。然后这个是私人的医疗和这个器官捐赠啊，这个是其他原因。这个他问你的访问的原因。是这个游客访问家庭、访问朋友。到这一步了，他说你的活动是，请给我们具体的详细信息，关于你的主要目的、访问的和其他你想要在这个旅行中想要做的事情。那么这里我觉得可以写一下，比如说你要去伦敦去看哪些景点啊，还有你要去干嘛啊。我当时办这个英国签证呢，其实我并不是要去英国，我是要去爱尔兰。然后爱尔兰签证呢，其实费用跟英国签证差不多，然后爱尔兰又属于欧盟国家，那么可能是那个签证好像可以当申根签证用吧，我具体忘记了。但是去英国的签证的话是可以，就是说有个 BVRS 的框架，就是说你可以先到英国，然后再去爱尔兰，那么比较方便一点。就是说我可以花1份钱，然后我得到2个国家签证。那么这边的话，我就当时写的话就是大概这样子，比如说我想要去伦敦，然后在伦敦我这边写简单点啊，当时你就可以写的一些详细一些，比如伦敦的什么大本钟啊，然后我再去爱尔兰都柏林玩。这边我稍微做个
简单介绍，就是说你最好还是写详细点，否则的话怕被拒签。他这边有500字了，我这边才150字，还有350字可以空这个剩余。这个是你的，看上去像是个直接翻译的话，是你当前的合作伙伴。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你的配偶信息，比如说你配偶写个李小霞吧，然后比如说，然后日期、生日、国籍，他是不是跟你居住在一起？然后他们将不将跟你去旅行？不去的话就点这个。这个是有没有人财务上依赖你的？这包括了这个小孩子小于18岁，或者说小孩大于18岁，跟你居住在一起的。那么有的话就写一下小孩子的名字，啊，这也不要求写。啊，这边需要写，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儿子，写个my son吧，然后小名吧，李，这个孩子是不是现在跟你居住在一起？跟你一起访问吗？一起访问英国吗？那不是就不是。啊，还有没有其他人？比如说有父母的话，父母是靠你养活的话，那你就写一下。那没有的话就不写了。如果说选择这个 yes 的话，它这边还会跳出表格来，那么我就不赘述了。关于你的父母信息，有些母亲，随便写一个吧。他们是不是跟你有一样的国籍？是的话，写一个。刚才写过母亲了，我们这边写父亲。啊，是不是跟你有一样的国籍？中国。你有没有家庭成员在英国的？你的配偶啊，你子女的配偶啊之类的。那么有的话就有，没有就选 no。这个是不是你去旅行的话跟旅行团？我当时是没有，那么我就写个 no， 我是自由行。啊，你跟其他人一起去旅游吗？那有的话就写一个有。他这边表格是你选 yes 之后，他这边跳出来。所以我跟那个陈王关系，然后朋友，写这个。下一步，这个地方是问你在英国的住宿，你有没有个地址，哪里要去住宿的？这个原因，这个肯定要有，没有的话，很可能被拒签。那么点 yes。
这个地方开始问你要在英国住在哪里？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携程网，比如说我这边还是用携程吧。比如说我伦敦找个酒店吧。伦敦酒店。这个费用比较高，那么你最好根据你自己的消费水平去对比。比如说我这边从低到高排序。比如说我随便选这个吧，这个，然后这个地址必须在英国地址，然后去找出来。我这边把这个酒店名称我在百度里面找一下，看看这边有没有。这边有。英格兰伦敦，那么我这边写一下。邮编，这个也很难找啊。看一下，我在这个 Booking 上找到了，我这边这个就是邮编，它邮编不像数字一样的。你要居住日期，什么时候你将抵达那边？我当时是提醒2020年元旦去，然后什么时候要离开？那么比如说我10号离开，要去爱尔兰。他这边问你有没有其他的住宿，最好住一个地方吧，老换也麻烦，因为在国外的话，它的这个入住和退房的话是相差有间隔差的。比如说你可能早上10点必须退房，你下午3点钟才可以入住，你中间5小时就不知道干嘛去了，行李放好也麻烦。那么你之前有没有在过去10年中有没有旅行过英国？那没有就没有。这个是问你有没有去过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美国、瑞士以及欧盟的欧元区。那有的话就有，没有就没有。那么其实我当时是有去过美国的，那么就是有，我就写了，就是去过一次。他这边还问次数。这边我选美国旅游，比如说随便写个吧，2008年去的，待了1个月4周。他这个不对啊。过去10年，现在2019年刚刚好进没有了，那么2011年吧就通过了。那么问你有没有去过其他国家？那么有的话就写一下。这边让你选择一下，比如说我去过，随便选一个吧，去过印度吧，旅游，什么原因去？那么，我这边随便写一下，我说访问这个印度景点，你可以写的多一些，比如说访问哪里，就多写一些。什么时候去的？这边倒没有说你过去10年，这个是世界旅行史，没有写过那个必须10年之内的。比如说你写一个2001年，我试试看。那么什么时候离开这个国家的？3月份，2001年。这个果然是通过了这边其实也是要让你这边刚才问题他没有说那个要10年之内，这个是
10年之内去过哪些国家？比如说我选一个吧，随便选一个吧，随便写一下。它的通话没有了。那么这个要10年之内的，比如说11号11月，2011年12号11月。它这个问题有很多，因为你可能在过去10年当中你去了很多个国家，那你这边分别要全部写上，什么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护照或者看一下自己机票记录，没有的话我就不写了，我这不再赘述了。这边是关于你在英国或者说其他国家，叫全世界，你有没有被拒签过，或者说被拒绝入境过，啊，有的话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是关于问你的英国的这个移民法律有没有触发过，有没有说偷渡到英国过这个就停留超过预期啊这个，没有吧？这个是关于你的犯罪史，有没有犯罪史？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是战争犯罪，那么肯定没有参加过大屠杀啊，这个没有参加过这种战争啊，这就没有。那么 no， 我已经阅读过了。下一步，这个是问你有没有参加过恐怖组织，当然没有。有没有个成员？这也是恐怖组织，没有。这个没有。下一步，这个我查一下，这个是极端主义的意思，我也没有。有没有发表过极端言论？这个是关于你的行为的方面的，比如说你之前有没有被没有未付账单啊，没有付钱啊，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影响国家安全的东西。这个我翻译了一下啊，就这样的意思。可能是比较拗口，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对他们国家产生安全的问题，那没有就没有。这个还得自己翻译一下吧。不认为一个品行良好的人，你是否从事过任何其他可能比较没有。关于你的性格行为还有什么信息告诉我们？这个是关于你的雇佣史，你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的这种团体啊，或者之类的？这边大部分都是什么？这武装啊，政府机关啊，这个国家安全机构啊。那么没有就没有。这个是关于你还有什么信息想要告诉他们的吗？当时我是告诉他们，就是说我是为了去爱尔兰比如说我这边写一下吧。我主要是因为要去爱尔兰，然后因为有这个 BBS 的框架，所以申请一张英国签证，对我的转机以及旅行。这样写一下吧，那你根据自己实际情况，你告诉他们更多信息，有助你申请。到这一步了，就是让你看一下你的信息，没问题的话就 pass 了，就继续。这个是你的护照信息，打勾。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那边是不可以住一个房子，不允许工作之类的。那我说我确定知道了。这个是关于你自己的声明。那么我是超过18岁了。
让你确认一下你的回答正不正确。我确认我是自己的申请者，我超过18岁了。这个是签证选项，你要申请几年签的？你有资格申请2年签。然后当时申请2年签，2年签现在好像还有优惠啊，这个5年签、10年签特别贵，所以说还申请2年签吧。你看看价格，这是2年签的话，这个价格，这个优先服务，这个是快速服务，这个15个工作日，这个5个工作日，这个1万多人，差不多1万人民币了吧？那20小时，这个就没必要，我觉得。我这边去选择便宜一点的吧，896，点继续，然后选择一个地方，那么我随便选个地方吧，比如说我选择杭州吧，这个是那个排队优先的服务，这个不要点这个，这个是点的话你就想要优先服务了，这个会多一些费用，我不要了。这个地方也不要勾选，这地方是一个暑假学校，还有 ATS 之前就是说指定旅游计划的一个申请者、团体申请者、代理人吧。这地方是选择你的预约，因为你要去签证中心提交自己的表格、护照，包括自己拍照，还有那个生物识别者的。那么我这边随便选一下吧，选这个时间。然后你最好不要延时，我怕到时候进不去这个。这一步就支付了，这里还挺方便的，Visa 卡、Master 卡银联、支付宝比如说我整支付宝吧，看看支付宝能不能付。到这个页面了，支付宝是可以付的，今天的汇率是7.06，还挺好的，所以说这边我付款就不付了。这边我说明一下吧，比如说你的付款付完之后，它有个 checklist， 然后就是需要你带哪些文件过去。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护照包括你的财产证明、工作证明之类的，最好带上去。我当时是因为有美国的记录，所以说有助于我申请，那么我当时就带了个护照、工作证明，然后银行流水，就这些。甚至有些情况的话，你需要带一些翻译件，比如说工作证明的话，你要翻译件。那么银行流水的话，这边注意一下，就是说要中英文的，可以去招商银行打，招商银行的 ATM 机它是有这种中英文的流水给你的。还有就是当时我看的话，就是说，听说是办留学签证的话是也需要那个中英文的说明的话，它需要公证过的。那么旅游签的话，其实是不需要公证的，自己翻译也可以的。当时我是问签证的中心的人来告诉我的。其他的话，关于这个出签率的话，英国签证还是出签率比较高的。反正身边的话都没有听说过被拒签的案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去 BRVIS 的话，这个可以访问这个网址，我这边还没打开，可以看一下。我这边有个口误，就是说是 BRVS。